小拢他们的娘亲，竟是拥有着如此恐怖的力量。看来神元宫果然底蕴不差，成为一方超神巨擘势力也是非常的正常不过了。萧炎一边恢复着自己的伤势，同样也对神元宫的大主母做出了震撼之色。萧炎的不远处，那位灭世神火同样震惊又骇然地望着夭夭的身影。八重天卫神的力量果真强大无比。此时此刻，有了夭夭这样的高阶天卫神，也是松了一口气。他作为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如果一旦被三灵全魔破坏，那么整个封印神法大阵就会出现漏洞。一旦这漏洞出现，那被封印的恶魔就会彻底的破风而出，到时候整个无量神界怕都是会遭受到毁灭。竟然是高阶魔炎之光，暗黑魔像散发出无尽的暗黑之力。这一次又有着一个魔炎出现，凝视着那两道巨大的龙凤身躯，龙凤身躯上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波动玄奥无比，若是被击中，即便是已经施展出暗黑魔像的三灵全魔的实力，都得身受重创吧。于是暗黑魔像的巨嘴中再一次逃出第二个魔炎，第三个魔炎，最后这三个魔炎散发出一道黑光，交融在了一起，一道巨大的魔炎周身皆是黑光包裹，散发出能给吞噬毁灭万物的魔之力量。而这所施展的就是第二魔技。说起来，魔技是灭府的独门魔之技能，他们的等级总共有3个，第三魔技、第二魔技、第一魔技。而第一魔技就是他们这独门魔之技能中的最强等级，一般只有巅峰天卫神之上的魔物方才能给施展。当然，这第二魔技也是相当的强大，第二魔技堪比大神技的威力，第三魔技与小神技媲美。至于那第一魔技，怕是能够与绝世神技相提并论了。下一刻，巨大的魔眼嘴巴一张，口吐魔咒，然后便是跳起，与那玄奥无比的龙凤气运相撞在了一起。这个巨大的魔眼巨嘴张开很大，想要一口便是要吞噬龙凤气运。一时间，那处空间室直接扭曲起来，双方皆是施展出最强的力量交锋在一起。虽然没有巨大的声音，但谁都能够感觉到那种毁灭的波动，因为那处空间在那对抗中所散发出来的冲击波，直接是撕裂了空间，出现了诸多的空间裂缝。而那由暗黑魔像中跳出来的3个魔炎在融合下，简直就是一个极恶之魔，散发出无边的暗黑之力，与那玄奥无比的龙凤气运碰撞，巨大的涟漪能量波则是不断的扩散开来，最后碾碎了此处的空间，形成了空间的风暴，将整个神火空间都是给笼罩了进去。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的视线都是紧紧地望着那处被破坏的空间，虽然他们的视线已被空间的风暴所干扰，无法看清其中的情势，但也不敢将目光给转移开去，因为这是一场战斗，他们很难预见，毕竟想要看到高阶天卫神出手实属罕见。神火空间中的空间风暴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终于是开始有着一丝消退，最后尽数散去，而那无数道的目光顿时投射而来。随着空间风暴的退散，那处战场变得格外的清晰起来。各大势力的神指强者看清楚那里的情势后，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的那里的空间在此时化为了尘埃，空空荡荡，而那三灵全魔的身躯上更是有着血迹流淌。旋即，那三灵全魔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之下，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手掌紧紧地捂住他的胸膛处。因为刚刚的对碰下，三灵全魔直接被夭夭的龙凤气运重创，而夭夭更是若无其事地悬浮天际，冷冷地看着狰狞无比三灵全魔。灭神府的三灵全魔也不过如此，怕是你们的计划要落空啊！三灵全魔不敌夭夭后，整个魔气都是有所减弱，看来刚刚在与夭夭的攻势碰撞下，已然也受了重伤。7重天卫神虽然强大，可是在一名8重天卫神这等高阶天卫神面前，还是变得不值一提。该死的神元宫之人，还真是要与我们灭神府作对啊！不要以为击败了我就能够阻止我们的计划，你以为这一次我们灭神府会没有准备吗？一听三灵全魔这般说，夭夭那平静的脸庞上多了一份冰冷。无量神界的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就在无量神院的神火空间里，而这阵眼就是灭世神火，只要将灭世神火本体击败，就能够将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打破，那封印入口也将会被打开，届时我们灭神府的计划也将会彻底的成功。而半路却是杀出神元宫之人，妄想要阻止本座的计划。虽然你是一名高阶天卫神，本座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也不要忘了我们灭神府的可怕底蕴。我们灭神府早就算到你们神元宫之人会出来阻止我们的计划。高阶天卫神，不要以为只有你神元宫有，我们灭神府同样也有。既然你们那么习惯多管闲事，那么我灭神府也早就做了准备。9大全魔虽然陨落了2位全魔，剩余的全魔将会一同出现。说完，三灵全魔的狰狞目光看向自己身后的某一处空间，只见三灵全魔双手结印，一股可怕的黑色光束从他那双红色眼眸中爆射而出。很清晰地见到那里的空间竟是极度扭曲，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浮现，最后一双巨大的双手掰开空间裂缝，便是爆射出数道黑色光芒。随着黑色光芒的出现，在场的所有神之强者面色一变，天地间却被一股黑色的无尽魔气笼罩其中，一股股强大的魔之威压弥漫整个神火空间，使得灭世神火本体都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
就算是他在全盛时期都没有把握与之抗衡。看来灭神府这一次怕是全员出动了。这些力量根本不是我们能够与之抗衡的存在啊！这灭神府的底蕴真的如此可怕吗？五大神阁的那些第一天交见状，整个身躯都是不停的自主颤抖起来，就连四御天神君也是如此。原本这一次他以为只有3灵全魔，现在看来灭神府为了那个计划，必须要破了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因为他们要将被封印神法大阵所封印的那个恶魔解救出来。那么一旦给那个恶魔破了封印，整个无量神界怕是都会被其毁灭。所以这样的恶魔必须要阻止，不能放弃放出来。哈哈哈，本座猜得不错，果然阻止我们的还是神元宫之人啊！但是今日你可没有资格能够阻止我们灭神府的解救计划。一道充满着无尽魔威的声音充斥天地之间，那数道黑色光芒闪闪发亮，无尽的魔气在空间中疯狂的肆虐开去，令得神火空间都要逐渐的崩塌下来。随着黑色光芒的逐渐消散，数道伟岸的魔影便是出现在了众神指强者的惊骇目光中，足足有6道散发出无尽魔气的魔影，他们的眼瞳皆是呈现暗红之色，在他们的瞳孔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来自魔物的气息。6道魔影中有2道魔影的气息比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要强上许多许多，其中更是有1道魔影的气息比夭夭还要恐怖强大。夭夭的目光冷冷地盯着那处那道比自己还要强大气息的魔影时，无形的魔之威压也是弥漫整个神火空间中。大灵全魔、2灵全魔，你们终于来了！再晚来一步，怕是我们的计划就要被神元宫的人给破坏了。见到这6道魔影的出现，那3灵全魔悬着的心也是放了下来。毕竟夭夭的实力太过强大了，刚刚自己已经全力一击，竟然拿被对方轻松化解，还重创自己，这样实力的差距，3灵全魔根本不是夭夭的对手。换作是其他强者，被夭夭这强大的玄奥力量击中，怕是早已经陨落。还好自己有着魔体保护。3灵，你做得很不错了。神元宫之人出来阻止我们，也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没想到神元宫的公主不出现，出现的是你这位大主母啊！说话的是这6道魔影之中实力最强悍的1道魔影。如果猜得不错，这道魔影的身份就是灭神府中9大全魔的大灵全魔。在他的身可以感受到来自巅峰天位神的恐怖威压，也就是9重天位神。此刻在大灵全魔出现的这一刻，就连是高阶天位神实力的夭夭，在他那冷冷的脸上带着一丝凝重之意。巅峰天位神的力量可以轻易的毁灭所有万物，弹指间就能够让天地、神之大陆等诸多建筑无尽的毁灭。而站在大灵全魔左手边的那道魔影乃是2灵全魔，实力自然也是一名高阶天位神，实力8重天位神。哈哈，神元宫的大主母而已，本座可以应付得来。2灵全魔森然一笑，那么其余的4道身影便是4灵全魔、6灵全魔、7灵全魔和8灵全魔了。能够让灭神府出动全部的全魔，这阵仗怕是已经堪比神指联盟的9大神军一起出动的样子了。这种大手笔，就算是最强的5大超神势力都不可能具备，一出场便是出动强大的阵容。看来灭神府对于这一次破封一事是势在必得，放出封印神法大阵中的那个恶魔，就是他们此次最终的目的。哈哈哈，全魔倾巢而出，这下本座倒要看看你们神元宫如何对抗我们。7道魔影并排而立，那位大灵全魔站在中间，可怕的魔威如同风暴一般的席卷开去。娘，夭夭姨娘，主人，夭夭一人面对着灭神府9大全魔的恐怖阵容，而且其中那大灵全魔的实力更是达到了9重天位神，就算是夭夭也不是其对手。小龙、雨涵、吞吞3人看到战局不乐观，也是来到了夭夭的身边。娘，对方有备而来，我们目前也根本不是其对手啊。小龙也是一脸担忧，如果对方的大灵全魔没来，倒是可以与之抗衡，可现在对方的强大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对呀，夭夭姨娘，我们该怎么办？雨涵的脸上同样是凝重之色所弥漫。现在夭夭遇到危险，作为夭夭宠物的吞吞也是做足了牺牲的准备，必须要让自己的主人安全离开。见到小龙、雨涵、天天3人为自己担心的样子，夭夭那一直冷冷的表情终于是露出一丝轻轻一笑的容颜。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进入无量神渊后与你们离开，就是调查灭神府的动静，只不过对方隐匿得很好，就连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查出。现在既然对方都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就与我想的一样了。夭夭仿佛真的没有太过担忧，可对面真的是实打实的强大阵容啊！什么？娘知道？小龙他们这一次出来，他的娘亲也没有与他们说这些事情，只说了进入无量神渊可以获得强大的机缘以及宝物。现在听自己的娘亲这么一说，倒是觉得自己的娘亲已经规划好了一切能够应对的事情了。哈哈哈，一群蝼蚁想要保护这位神元宫的大主母吗？大灵全魔便是大笑起来，实力不到5重天位神的蝼蚁还想保护，真是异想天开。6灵、7灵、8灵，这些蝼蚁就交给你们了。毕竟小龙、雨涵、吞吞的实力，大灵全魔根本不放在眼里，也懒得出手，因为他的对手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是，3位就让你们瞧一瞧与灭神府作对的下场吧。6灵、7灵、
巴林全魔的身影一动，便是消失在原地。小龙与寒他们见状，释放出强大的神魂力量，扫荡着自身的周围一切动静。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全魔动用了秘法的缘故，竟然根本无法捕捉到对方的身影。就在小龙与寒吞吞三人还不确定全魔的位置时，那3位全魔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魔气一凝，可怕的一掌对着他们的脑门拍出，恐怖的力量席卷开来。因为他们3位全魔竟是成功的攻击在了对方的身躯上，这一掌之下，怕是必死无疑了。然而又是几道轰轰声响彻起来，一道由气运之力所凝聚的圣龙不断地涌出可怕的波动，在圣龙的咆哮间，一股可怕的玄奥力量便是冲破全魔的攻击。什么？竟然能够抵抗住我们的攻势？80和70全魔震惊地望着将他们攻势抗衡住的小龙与寒几人。神元宫的气运之力果然不同凡响，但是你们的气运之力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强大，只是领悟了其中的皮毛而已。60全魔那低沉之声缓缓响起，感受到小龙他们的气运之力，也是让他有点吃惊。一个2重天位神，一个3重天位神，一个4重天位神，在实力相当的境况下，你们以为能够击败我们吗？小龙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句句都是属实，毕竟他们可是元尊的孩子，其天赋实力自然是有着遗传自己爹爹的。呵呵，真是有趣。既然你们有气运之力，那么我们就用暗黑之力对抗你们。暗黑魔像，切！3道巨大的暗黑魔像瞬间浮现在他们的身后，散发出惊人的魔之气息。感受到小龙与寒吞吞那般的战局，夭夭也是看了一眼，全魔所召唤的暗黑魔像果然非常强大。真正发生交战的话，同阶级的神只怕也会吃瘪。旋即，夭夭刚想出力击杀那3名全魔时，确实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阻止了下来。哈哈哈！神元宫的大主母，你干什么去？你的对手可是我呀！20全魔对着不远处的夭夭微微的一笑道：“想阻止我吗？”夭夭淡淡道：“本座承认你的实力很强大，可是你我同是8重天位神，拖住你还是绰绰有余的。”面对着同等境界的20全魔，夭夭的神色也是微微一变，感受到20全魔的强大气息，比起30全魔，这20全魔的确不是很好对付。在场的所有神之，你们是要站在本座这边，还是准备找死呢？既然已经拖住了神元宫之人，那么他们灭神府就是这片天地间最强的主宰。恐怖的魔威不断地充斥着四周，来自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的威压，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使神体不由自主地站立。面对如此强大的魔物，他们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只要对方愿意，一根手指头就能够将他们碾死。你们选择的时间不多，本座只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考虑。3、2。就在大龄全魔准备喊一的时候，一直在疗伤的萧炎终于是站不住了，直接身影一闪，同样是来到了夭夭小龙的身边。小龙、雨涵、吞吞前辈、夭夭前辈，这些魔物来者不善，看来今日必有一场激烈的大战，加我一个吧。萧炎见状，小龙他们这边目前处于弱势，当即站了出来。萧炎弟弟，你还负伤着，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见到萧炎竟然直接与他们站队，心中也是有些吃惊，但是这些魔物的实力太过强大，怕萧炎完全不敌对方。呵呵，小龙兄，你们不必担心，对付这些魔物，算我一份。萧炎已经表达得非常坚定，既然如此，小龙他们也没法再多说什么。哈哈哈，一个3重天位神而已，让你选择站队，还真是给自己寻死啊！大龄全魔那低沉的目光锁定了萧炎，无形的恐怖魔威也是对着萧炎笼罩而下，来自9重天位神的威压，萧炎怕是无法接住1秒。萧炎的瞳孔也是急速的收缩起来，这魔物既然说出手就出手，并且萧炎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了。神怒火莲，下一刻，萧炎也是做出了极快的反应，幻虚和3昧的神火悄然出现在双掌之上，然后快速的进行着2道神火的融合，在焚神诀的催动下，2道神火顺利的融合在了一起。随着3色火莲的诞生，这片天地间的温度都是彻底的飙升起来，一股可怕的炙热毁灭气息席卷而出，就连5大神阁的第一天骄们都是带着骇然之色。萧炎这突然施展出来的神怒火莲之威，就连他们都感到了一丝惧色，这真的是一名实力只有3重天位神施展出来的强大力量吗？去吧，神怒火莲！萧炎一声怒喝，神怒火莲直接洞穿虚空，直至大龄全魔。然后在即将撞到的那一刻，萧炎直接拳头一握，神怒火莲瞬间爆开，轰！带着一声恐怖的毁灭火焰风暴席卷而开，空间震荡，恐怖的高温和强大的破坏力直接扭曲了这片神火空间。如此强大的爆破力，也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特别是灭世神火本体。此时他也是吃惊的看着萧炎，自言自语的喃喃道：“这小兄弟竟然收服了2道神火。”能够收服多种神火，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灭世神火想到这里，马上有预言预指，然后他那双紫色的火莲花筒中有着一道火芒闪掠而过，眉头也是微微有着一丝变化。虚空上恐怖的火焰热浪翻滚，本以为萧炎的这一招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结果下一刻，一只黑手直接从拿出高空上探出，对着萧炎直直抓去。黑手所散发出来的魔气波动，足以毁天灭地。如果被这一道黑手击中，萧炎怕是只有陨落当场。这也是萧炎首次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气息浮现。该死，
这就是魔物的真正力量吗？真是好强！靠如今的神怒火莲根本无法伤及丝毫。萧炎银牙一咬，准备再次召唤粉老，结果依旧没有粉老的回应，而那黑手也是越来越近，周围的空间早已经扭曲无比，无数裂缝浮现出来。就在众神指强者以为萧炎要被黑手击中时，一道玄奥的力量再一次的随着龙凤的咆哮之声响彻天际，阻挡住了那黑手。两股可怕的力量相互的抗衡着，吞噬着彼此。又是一阵阵可怕的能量风暴席卷而出，一道黑光闪现，轰轰轰，虚空中爆炸连连，恐怖的魔气急速释放而出，神火空间都被黑色魔气所侵蚀，钻入了那些无数空间裂缝之中。气运之力吗？大灵拳魔见自己的好事又被夭夭阻止，眼神中充满着要吃人的杀气，恐怖的能量不断席卷，引得这里的空间激烈的震荡起来。虽然夭夭成功抵御住了黑手的力量，但是他也被一股强大的反震力给击退了数步。这就是9重天位神简简单单的一击，就能给让8重天位神的夭夭处于下风。20，拦住这神元宫的大主母，接下来我便破了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一股巨大的暗红色眼眸竟是从大灵拳魔的身后虚空浮现，直勾勾地盯着下方的灭世神火。因为灭世神火就是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只要将灭世神火本体击败，就能够将这里的大阵阵眼打破，将其中的东西释放出来。似乎是感受到了大灵拳魔那股无尽的杀意，灭世神火的紫色莲花瞳中再次闪过一道火芒，一股危险的气息也是从他的内心中悄然而生。这也是他身为神火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危机。但是既然他们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不如也与神元宫站在一起，或许还有一些希望。灭世神火本体竟是也出现在了神元宫之人的身旁，很明显已经选择了他们。好一个灭世，给你机会下台，竟然不珍惜，那就不要怪本座将你们一网打尽了。还有谁想要站在神元宫那边的？大灵拳魔的声音散发出无尽的魔威，传入他们的耳朵中，更是震耳欲聋。这灭神府的阵容太过强大了，不愧是诸神万界中的神级超神势力，还有神元宫乃是超神巨擘势力，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受到牵连。灵神阁的第一天骄高拳将目光在灭神府和神元宫之人的身上看了看，最终摇摇头，接着道：我灵神阁放弃，灭世神火的争夺就交给你们吧。高拳不愧是5大神阁的第一天骄，心思缜密无比，不过他果断放弃神火，还是留着命要紧，不然在这等阵容的攻势下，他们可都会尸骨无存啊！就连灵神阁之主都没有这样恐怖的威压，神级超神势力和超神巨擘势力根本不是他们这些超神势力更高惹得起的存在。我雷神阁也放弃，御神阁也放弃，而放弃的这些超神势力的强者，头也不回地远离了此处的战场。但是神火空间的出入口之前被灭世神火封锁，根本无法出去，所以他们也只能自己寻找出口的办法。随着这3大神阁的放弃，也是让的其他超神势力纷纷离开此地。他们都很聪明，如果再留在这里，他们每一个人怕都是难逃一死。越来越多的超神势力强者都为了报名，放弃了这一次争夺灭世神火的机会。神火固然诱人，可是也得有命享受才行啊。而武神阁的藏青青为了大局着想，也准备带着自己人离开此地。在他们刚欲离开的时候，只见吴雪依旧站在原地。藏青青轻声开口道：吴雪，我们也走吧，这里的战斗已经不是我们能给参与的了。青青姐，你们先走吧，我要留下来与萧炎共进退。吴雪坚毅地回答道：不行，武神阁之主出来就交代了，你不能有任何事情。见吴雪不走，藏青青的语气也是变得严肃了起来。我不走，我要和萧炎一起。可能谁也不知道吴雪心里所想，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萧炎现在他心中的位置，能给让他这么对一个人上心。萧炎还是他第一个男人。你不走的话，我们回去也不好与武神阁之主交代。既然如此，我们都留下来吧。对于吴雪这倔强的性格，藏青青也是毫无办法，只能在吴雪旁边先保护她了。吴雪也是歉意的看着藏青青他们，心中也是有着一丝感动。他们一致达成，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身影一闪，来到了萧炎的身边，最终还是与神元宫和萧炎他们站在了一起。吴雪，你们……萧炎显然有些吃惊，没想到武神阁竟然选择留下来与他们站队，对抗眼前这些魔物。要知道，眼前这些魔物乃是来自灭神府，而灭神府的底蕴和实力，可不是超神势力能够与之抗衡的。就算是最强武神阁也不行。然而武神阁这样一做，那么就是与灭神府真正的为敌。到时候对方只要愿意派出一个拳魔，就能够在一夜之间将武神阁这等超神势力瞬间毁灭。与这样的大敌成为对立，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而吴雪为了萧炎留下来，将整个武神阁拉出来，确实有些不太明智。萧炎弟弟，不用多说，你如今遇到危险，姐姐一定要保护你的。闻言，萧炎也是有些无奈。吴雪的实力只有3重天位神，也不知道谁保护谁呢。不过他们这样做，不怕灭神府找上门来将他们的武神阁彻底的铲除吗？哈哈哈，好，武神阁是吗？等本座将封印神法大阵破除后，便将你们整个武神阁在诸神万界中彻底的除名。见到武神阁站在了神元宫那边，大灵拳魔也是阴森一笑。武神阁虽然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可是在神级超神势力面前，
还是远远不够与之对抗的资格。如今只剩下神元宫、武神阁2道神势力是本座的对立外。说话间，大灵权魔的目光则是看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四御天神阁以及身后的数位神指强者身上。你们神指联盟之人，见到大灵权魔的目光投来，四御天神君也是变得极为的小心翼翼起来。这大灵权魔的实力可是堪比他们大御天神君，如此强大的魔物，他也不敢有所怠慢，立马对着灭神府的这些权魔单膝跪拜恭敬的道：几位大人，我乃奉命行事，接到上面的命令，如果你们需要我的帮助，我会竭尽全力配合你们。此话一出，萧炎、吴雪他们直接是有些一愣，这神指联盟难道真的与灭神府有勾结？但是神元宫的那些人确实没有多少吃惊，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神指联盟与灭神府之间的关系。